上回书说到，司法岛一战结束，弗兰奇决定用宝石亚当制造一艘海贼船送给草帽一伙。路飞等人在水之都休养整顿。海军本部中将卡普率领一大群海军到达水之都，所有人以为海军是来逮捕路飞的，结果让大家大跌眼镜。海军英雄卡普居然是路飞的亲爷爷。除此之外，与世界政府为敌的革命军首领龙是路飞的父亲。原来路飞是一个背景如此之深的人，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路飞干掉七武海老沙，大闹司法岛，却无人敢来找麻烦了。房屋修补完毕，卡普起身准备离开。临别前，他潇洒地对路飞说道：“因为你是我的孙子，所以我放弃对你的逮捕，你就安心待在这里吧。把科比和贝鲁梅伯带来见你，你们好好聊聊。”路飞一挥手，再见。卡普一拳头打了过去，就这，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极而泣，没有挥手告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么平淡吗？亲情呢？血缘呢？路飞揉揉脑袋，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我一直都在被你揍，还指望我有什么反应呢？卡普带着大队人马离开水之都，路飞在庭院和科比叙旧。现场中，科比透露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情报：卡普中将的海军军舰并没像草帽团的海贼船一样跨越颠倒山到达伟大航路，而是经过了无风带直接进入伟大航路的。无风带地区没有海风，帆船无法航行，必须要靠动力船桨才能行进。另外，最恐怖的是，无风带是海王类居住活动的地方，一般的船就算是有动力船桨，贸然进入无风带也会被海王类击沉的，所以很少有海贼会在无风带里航行。科比告诉路飞，海军的军舰底部装载着海漏石，海漏石能发出像大海一样的能量，不仅能够抑制能力者，还能迷惑海中的鱼类，让鱼类误以为那就是大海的一部分。装有海漏石的军舰通过无风带的时候，海王类无法感觉到船的存在，因此也就不会对军舰发起袭击。所以海军的军舰无需经过颠倒山，可以自由地出入伟大航路。这些划时代的技术背后都有一个男人的支持，他就是世界政府的御用科学家，人称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贝加庞克博士。斯潘达姆那把能够变成大象的宝剑，就是宝剑吃下香香果实后得到的能力。这种让物体吃下恶魔果实的技术也出自贝加庞克博士的研究。这些重要的情报被纳美利用电话中窃听得清清楚楚，并且认认真真的记录在了笔记本上，日后航海想必会很有帮助。科比感叹道：“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有很多，在遇见路飞之前，自己生活的圈子实在是太渺小了。当年如果没有遇到路飞，自己现在可能还在那个死肥婆的船上做苦力。现在想想虽然好笑，但科比觉得很自豪，因为如果没有误打误撞的上了亚尔丽塔的海贼船，自己也不会遇到路飞。冥冥之中总有定数，科比认为自己一定是为了能够遇到路飞，才会在海贼船上做勤杂工的。叙旧完了，科比和贝鲁梅伯起身告辞，三人相约在伟大航路的后半段新世界再会。那是强者的天下，能统治那片海域的人才是海贼王。科比放下豪言壮语，等到了新世界，自己一定会亲手抓到路飞，一定会变得更强，总有一天一定会当上海军大将的。一说大将，科比心虚了，心里的自卑症又发作，心慌的瘫坐在地上，连连道歉，自己实在是太狂妄了，刚一见到路飞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路飞和索隆看到了科比的潜力，并没有嘲笑他。路飞威胁着说道：“科比，想要和我决斗，至少成为大将才行，这是理所当然的。下次见面，我会变得更强、更厉害。”科比激动的飙泪，大吼一声：“下次我一定要变得更强！我们新世界见！”说完，科比和贝鲁梅伯逃命一样迅速离开。路飞一伙在泳池里开启了泳池烧烤派对，海拉的船工弗兰奇一家以及巨人族们循着香味就找了过来，肉管饱，酒管够，路飞等人实在是太开心了，丝毫没有注意到伙食经费在疯狂燃烧。罗宾一个人躲开人群，独自来到泳池外面思考人生，结果遇到了海军本部大将青雉。青雉特意来见罗宾一面，青雉大概是担心引起骚动，也担心给罗宾带来不必要的恐惧，并没有当面见他。隔着墙壁，他问了罗宾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罗宾想跑的话，一个人完全可以从 CP9 的手中逃走，为什么他这一次没有像以往一样逃命？罗宾平静地说道：“我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送死。”青雉告诉罗宾，20年前在奥哈拉掩护罗宾离开的巨人海军萨乌罗是自己的好友。奥哈拉被毁灭的那一天，青雉遵从萨乌罗的意愿放走了罗宾。从那以后，青雉一直在关注着罗宾。这20年中，罗宾不断的逃跑，不断被追捕，不断的惹麻烦。对于青雉来说，罗宾如果没有安稳下来，就像是一颗不安定的炸弹，以后会成为很大的麻烦。于是他将屠魔令的权限交给斯潘达姆，本想把一切做了个了断，没想到的是 CP9 竟然会被打败。青雉问道：“你现在找到栖身之所了吗？”罗宾应了一声。青雉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萨乌罗让你活下去是对是错，你能给出这个答案吗？正有此意，那你就好好活下去吧。奥哈拉还没有灭亡。”青雉起身慢慢离开。罗宾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追过去。青雉早已骑着脚踏车混入人群中，没了踪影。
泳池派对传来一阵阵嬉笑打闹声，夕阳将水之都映得一片通红。这是罗宾第一次感觉夕阳没有那么凄凉，温暖如火，点亮黑暗。第二天一早，报纸就送到了世界各地。弗兰奇亚的小弟们查看了当天的头版头条，司法岛的事情，世界政府只报道了相关的主要人物，也就是草帽一伙，其他人一概未提只字，甚至很好奇，难道路飞的爷爷为了保护其他的人，亲自出面把事情压下去了？路飞等人愣了一下，接着摆摆手，这么周到的事情，他那种人是不会想到的。罗宾猜测是大将亲自插手这件事，压下了舆论。索隆看了看报纸，感叹道：“就算是报道司法岛的事情，这个内容写的也有点过了。草帽团对世界政府下了战帖，并且火烧司法岛，是谁写的文章？也太夸张了。不过这样一来，带的悬赏金都要上涨了。”乔巴十分兴奋：“我的悬赏金也会上涨吗？”山治一想到最新的悬赏令上一系列帅照已经开始洋洋得意起来，简直就是巨星登场。纳美气的大骂：“这是什么好事啊？你们那么开心！”弗兰基的飞船厂手工给草帽团造船，冰山以及1号船的船工们也一起加入其中。路飞听说此事后，高兴的不行。这下子草帽团的后顾之忧就得到解决了，难得有放松的时间。纳美想着可以用剩下的钱去街上悠闲的购物，打开从前的保险柜，本来一柜子的钱就只剩下可怜的一沓。纳美微笑着问道：“在柜子里的1亿贝利呢？”路飞开心地说道：“开泳池派对的时候买肉和酒了。”索隆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杀气，不动声色，悄悄地溜走。路飞还一脸回味。纳美直接冲上去，给了路飞一套八卦64掌，外加降龙伏虎拳，给路飞的脑袋揍的比3万大姆的猪头还肿大。路飞摆摆手：“纳美，我要出去玩，给我点零花钱吧。”纳美怒吼一声：“你还有脸要零花钱？我没要你命就不错了。”路飞大闹司法岛的事情并没有被世界政府重视起来，因为有人帮路飞挡了一枪。比起这次司法岛的事件，另一件事更值得让世界政府关注。世界政府权力的集中地马里乔亚，乌老星得到消息，新世界的2大四皇红发和白胡子高调接触，海军派出去用于监视和维和的部队被全数歼灭，一个不剩。此事事关重大，搞不好就容易发生影响世界的大战。乌老星立即下令派遣了1队海军密切关注新世界某海域。4皇红发的海贼船向白胡子海贼船靠拢，白胡子的船员如临大敌，以马尔科为首的队长们全员戒备，随时准备迎接红发海贼团的袭击。马尔科一声令下，所有年轻的船员退下，到船舱去躲避。大家伙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红发已经踏上了莫比迪克号。船上的年轻船员们一个接着一个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船员们都懵了。马尔科见怪不怪，平静地说道：“只是晕过去了而已，不用惊慌。”红发身上散发出来的霸气，不仅能震晕普通人，连船板都能震出裂痕，这才是真正的霸气特露。红发提着个大酒壶来到白胡子面前，笑道：“失礼了。”刚上敌船就来了个下马威。白胡子稳坐在椅子上，俯视着作为后辈的红发，沉声道：“一看到你的脸，那个混蛋给我留下的伤就隐隐作痛。”马尔克在一边责备红发一点不客气，搞晕了自己这么多的小弟。红发微微一笑，一分对队长马尔克：“你要不要到我们海贼船来？”白胡子兄弟们摆摆手，看起来红发不像是来打架的，大家都退下吧，让我们单独聊聊。小弟们都走了，红发将酒壶丢给白胡子，二人叙起了往事。20多年前，在这片大海上，白胡子海贼团和罗杰海贼团是劲敌，所有人都知道海贼王必会在2人之中产生，2个海贼团冲突不断。那时候的红发和巴基一起，还只是罗杰船上的见习船员，2个海贼团干仗干多了，莫名其妙的产生了感情。当时年轻气盛、喜好出头的红发给白胡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胡子的眼睛偏向红发的左臂，像你这样的男人，居然在东海丢了条手臂回来，谁都会吃惊，到底是给谁砍掉的？红发摸了摸自己的空荡荡的左臂，温暖的回忆涌入脑海。这个嘛，我把它堵在了新时代上。白胡子痛饮一口，说道：“你不会后悔就好。”红发话锋一转，说道：“我经历战争无数，身负各种伤痕，但是至今为止，仍然让我隐隐作痛的只有这道伤疤。”红发指了指左眼上那个3道伤疤，砍了我的是你船上的那个黑胡子地奇。红发身为4皇，实力可想而知。在红发没有大意的情况下，黑胡子能在红发的脸上留下伤疤，说明黑胡子的实力不容小视。不过，最令红发担忧的不是黑胡子的个人实力，而是他的勃勃野心。正所谓旁观者清，在红发看来，黑胡子一直潜伏在白胡子的船上，默默等待机会。这个家伙不图名，不图利，也不谋求队长的位置，竭力隐藏自己，躲在白胡子响亮名号的阴影之中。得到力量以后，就会开始行动。最后，他一定会瞄准顶点。总有一天，他会抢夺你的位置，白胡子。白胡子沉默了一下，问道：“你想让我怎么做？”红发回答：“阻止艾斯。”艾斯年已经进去担任白胡子海贼团2番队的队长，确实很强。不过现在还不是这2个人冲突的时候，让他不要去碰黑胡子地奇。我只想拜托你这件事儿。白胡子听后哈哈大笑，突然他脸色一沉，沉声喝道：“你来教我做事！”地奇那个家伙犯了在海贼船上绝对不能杀害同伴的重罪，他打破了铁一样的规则。
只要上了我的船，无论多傻都是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向被杀了的孩子交代？欠下仁义，这是一道不能跨越的雷池。教会提起那个混蛋这个道理，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臭小子，对我指手画脚，你还早了100年呢！白胡子见酒壶一饮而尽，砸向红发。红发躲开后丢掉酒碗，拔出自己的佩剑。这个时代会变的，谁都无法阻止的。那又怎么样？老子可是白胡子！白胡子操起纵云切，砍向红发，二人刀剑相碰，霸气激烈碰撞，空中乌云翻滚，整个天空几乎都要被撕裂。实际上，白胡子什么都明白，他也曾经阻止过艾斯，只是艾斯比较固执，年轻气盛，没有把白胡子的忠告放在心上，一意孤行去追杀黑胡子，以至于导致后来白胡子被杀，海贼团解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